在中国的版图上，有一片雨雾缭绕的森林秘境，它深藏于荆楚大地的西部，堪称神秘动植物的天堂。它就是位于湖北省的神农架，一片不断发生离奇现象的原始森林。这么多年来，相信大家一定听说过神农架野人事件，比如跑进村里强抢妇女的猴娃。注意看，他的长相似人非人，似猴非猴，所以才被人们叫做猴娃。而今天要讲的故事远比猴娃更细思极恐，那就是白化动物和畸形变异动物。具体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地村民亲眼看见说，神农架这片森林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导致这些生活的好好的野生动物们发生了集体变异，有的不应该是白色的动物变得通体雪白，而有的变成了几种动物的机械儿。一些当地村民们认为这是一种不祥之兆，也有的人认为是某种灵异信仰显灵。种种的猜测和发现，又为这片本就十分神秘的原始森林增添了一份更加诡异莫测的氛围。那么，神农架为何会出现动物集体白化变异的现象呢？我们今天一起来解开这个谜团。神农架林区位于湖北省西部，位于神秘的北纬30度附近，这一纬度带因为集中了许多未解之谜而一直备受关注。虽然神农架是著名的5A 级景区，但核心区域仍然存在至今科学都不能解释的自然现象和传说。这里山峰众多，被大面积的原始森林覆盖。在探寻白化动物之谜前，让我们先说说神农架的野人。首例野人的发现是在1974年。根据当地村民回忆，当时有个生产队长在山上砍柴，看到野人出没，浑身上下长满白麻似的长毛。这个村民当时受惊不小。1976年5月一天的深夜，一名当地司机路过一个叫春树崖的地方，遇到了野人。司机开车时发现路边有一个身高1.8米左右的野人，试图靠近他的车。他长着炫人的红色毛发，但当司机打开车灯后，野人受到惊吓，瞬间逃进了森林。而就在当天，也有村民白天报告说发现过野人，外表和这位司机看到的一样，也是红毛。在那个没有网络、媒体也不发达的年代，野人出没的消息还是很快传播开，吸引着一些人自发前往，也引发科研部门的重视。随着外来人员对野人的关注，人们发现当地民众中还有更早的关于野人的信息，听起来也是十分的离谱。根据当地年龄大一点的村民说，1915年曾经有一名男人为一个女野人母子，还生下过一个浑身长毛的小孩。15年后，这名男性回到了家中，当时全村人都跑去看他。直到1977年，中国科学院与湖北省才组织了鄂西北奇异动物科学考察队，展开了野人的专项调查，这是当时规模最大的调查。那么，到底有没有野人呢？这次官方的考察行动为期40天，工作人员把神农架走了一半以上，没有直接发现野人的踪影。不过事后却收集到了一些疑似野人的毛发、粪便等物。很快，时间来到1980年，有人又发现疑似野人脚印和野人的毛发。而在1993年，有10名前往神农架的游客说看到过3个野人。进入7世纪后，2003年还有目击者称，在离自己50米左右的地方看到过野人。当地村民几乎人人都能讲一段野人的故事，当然不一定是自己亲见，而他们大概率都相信密密麻麻的森林深处，人们足迹不曾到达的地方，的确有住着野人。而野人的出没也为这片原始而古老的森林蒙上了一层难以言喻的神秘，吸引着无数探险、研究以及好奇人士前往探寻。但到了近几年，村民们又发现了异常，一种叫驴头狼的畸形怪物频繁出没在神农架。村民说，驴头狼长得外像狼，但头部却像驴，这种奇特组合让它看起来既陌生又诡异。有村民说，他曾在夜深人静的山里就见到过它，还有人听到过它发出低沉而恐怖的嚎叫。当地一些老人也很确凿地说，年轻时曾在月光下看到过驴头狼的身影，他的眼神冰冷，透着一股寒意。关于驴头狼出没的报告，政府收集了很多，都是村民们看见以后做的上报。有当地百姓表示，在河边鱼水时见过驴头狼，身高1米左右，长2米，嘴巴有点像驴嘴，体重200斤左右。有一年，在田家山乡湖河村还发生过驴头狼叼羊事件。有专家认为，村民口中的驴头狼有可能是一种叫沙广的动物。从目击者描述的体貌特征来看，二者非常相似。
不过这种动物已经灭绝了50万年，难道它们在神农架又复活了？或者说从来就没有灭绝过，只是人们没有发现罢了。驴头狼的出现还在当地引发了村民的恐慌，一些胆小的村民认为是不祥之兆，是山林中怨气凝聚爆发了。因此每当有关驴头狼目击事件消息传来，他们就会在家门口烧香拜佛，祈求平安。而一些年轻人则对驴头狼充满了好奇，他们自发组成狩猎队进山寻找，希望能活捉到一头这种怪兽。不过驴头狼却始终好像在和狩猎者们捉迷藏，从没让他们捉到过。除野人和驴头狼，还有村民说曾经看到过传说中的泰坦巨蟒。有一位村民在一处深水潭中发现了类似蟾蜍头、眼睛巨大的巨型水怪，有人猜测可能是泰坦巨蟒。如果真是，那就意味着恐龙灭绝后曾短暂统治陆地的顶级猎食者竟然在神农架出现了。如此多的神秘生物、神秘现象的出现，当然也增加了这片林区的神秘。不过专家们对这些目击事件存在着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这些灵异的目击事件会不会是当事人们科学知识相对匮乏，观察也不够细产生的幻觉？猎人的巨大脚印会不会是大型猿类或其他野生动物的足迹导致被误传？而驴头狼的怪异外形有没有可能是人在恐惧心理下将不同动物的特征臆想出来的结果？而泰坦巨蟒也属同理。而另一部分专家对目击报道持开放的心态，他们认为神农架这片幅员广大的原始森林本来就没有进行过彻底全面的探索，存在着未被发现的新物种，并非毫无可能。他们希望随着对神农架腹地不断的深入，找到更多的证明。关于神农架名字的由来，相传在上古时代，华夏先民还不会种地治病，饥荒和疾病像影子一样缠着人们不放。神农氏这一位上古先贤看到百姓受苦，决心进山寻找治病救人的草药。他背着简单的行囊，拄着木杖，独自走进了深山老林。当他来到神农架这片群山时，眼前是雨雾缭绕的森林，山路陡峭难走，到处是荆棘和野兽。但神农氏不畏艰险，砍树搭成架子，攀上悬崖峭壁采集药草。后来人们为了纪念神农氏在这里搭架采药的壮举，就把这里的山林命名为神农架。神农架的传说印证了这里自古就有人类活动。如今林区内居住着8万多当地居民，混杂生活着汉族、土家族、辽族等等民族，其中有一支特殊的群体叫神农采药人，他们世代传承着变药采药的技艺。这些采药人通常只在海拔1500米以下的区域活动，更高处的无人区只有极少数经验丰富的药农敢涉足。在神农架的一些深谷岩壁上，常能看到当地特有的神农架小蜜蜂蜂箱。这种仅存于此地的珍稀蜂种与采药人一起，成为了神农架的一种生态文化奇观。每当采药季节，山谷中回荡的鸣叫声既是采药人互相联络的信号，也是驱赶野兽的传统方式。就在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一些考察人员正在做调查。和野人调查、驴头狼调查不同的是，这是一次关于白化动物的调查。调查的原因是因为一个新的神秘现象。近年来，有关白化动物群的目击报告在神农架地区高频出现。一位霍黎岩制定的告诉调查人员，曾多次看到过白熊。最开始的时候，神农架田家山药材厂的一位老药农在蔡子亚林中采药时，从熊窝中捉到一只小白熊，这一发现意义非凡，这是在中国乃至亚洲第一次发现白熊。当时药农在山林间穿梭，凭借多年的经验和敏锐的听觉，他在一处隐蔽的熊窝旁停下了脚步。走过茂密的树叶，他发现了一个毛茸茸的小家伙，通体雪白，在黑暗的熊窝中显得格外醒目。他小心翼翼地接近，识认这是一只罕见的白熊幼崽。这一发现很快在当地传开，也引起了各界的关注。随后神农架又先后捕获多只白熊，它们被送往国内一些大型动物园展出。在展览现场，白熊们那洁白如雪的皮毛而且模样憨态可掬，反而吸引了无数游客驻足观赏。白熊的出现只是一个开端，目击者在神农架看到白化动物的情况还在不断的涌现。白脊也是其中之一。目击者说，白脊通体雪白，在森林中若隐若现，给人一种神秘而灵动的感觉。还有当地的一些猎人
护卫员偶尔会在徐山时与白鲫邂逅，他们描述白鲫的眼神纯净而警觉，稍有动静便会迅速消失在丛林深处。除白熊、白鲫外，神农架还先后发现过白苏门林、白猴、白熊，甚至还有纯白色的乌鸦。而白苏门林、白猴也相继有人看到。这些白化动物群的出现，为这片土地增添了一份超凡脱俗的神秘色彩。事实上，动物出现白化现象本身并不算特别，科学家和动物学家对此早有认识。白化动物的虹膜多为红色，这是因为它们体内缺乏黑色素，导致虹膜中的血管显现出来。这种红色的虹膜在阳光下格外醒目，但也使得白化动物出现了怕光现象。在强光下，它们的眼睛会感到不适，甚至难以睁开。然而，尽管在视觉上存在一定的不便，白化动物的体内结构和各种脏器与同种的其他个体并无差异，它们仍然能够正常的觅食、生长、繁殖，具有繁殖后代的能力。但是让人感到好奇和不解的是，为什么神农架的动物白化现象是跨物种的，不仅仅只发生在一种动物身上，而且为何近年来如此高频密集出现？难道和当地的生态或动物的食物有什么关联？除了基因等因素，食物链上的动物们有没有可能是吃了某种可以产生美白的药物？又或者动物群体白化是否隐藏着神农架这片原始森林的一些新变化？对于当地科学知识相对贫乏的村民来说，看到白化动物被他们视为一种灵异之兆。他们认为对自然的信仰和依赖，使得他们中很多人都以为这是大自然神秘的力量在发挥作用。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早有白色动物被视为奇异之物，常常被当作祥瑞进献给王室。这《上国史演义》中曾有记载，商周时代在一征进献全身雪白的狐求和，这只白狐就被视为吉祥的象征，被看作是能够带来和平与繁荣的祥瑞之物。而在神农架当地，许多村民声称自己或长辈曾见过白化动物，如在山林间劳作时，偶尔会看到白熊在远处徘徊，或是发现白鲫在林间奔跑。这些亲身经历的讲述，让神农架白化动物的神秘感更加强烈。这位村民告诉调查人员，他亲眼看到过白鹿，就在神农架林区老居乡脚下吉祠侯观测站附近被科考队员拍到。在2021年8月13日曾拍到过一只受伤的白化小鲫，有图有真相，还上了新闻。在一处峡谷的入口附近，采药人也告诉调查人员看到过白色的鲫子，不过鲫子受惊后跑掉的方向是朝无人区的峡谷，当地人都没人敢进入。余雾缭绕中，而调查人员希望能够靠双腿和走访发现更多线索，揭开神农架白化动物之谜。不过对于民间考察力量来说，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神农架虽然被列为景区，但同时也是自然保护区，当地为了保护生态，其中很多地方很大片的区域都不对外开放，想要进到无人区，是捕捉到白化动物的踪影压根儿没路。为了深入了解白化动物群，中国政府集结了相关专业科考队，深入神农架腹地，对白化现象进行了多次调查。这些科考队成员有动物学、遗传学、生态学等多学科领域的顶尖专家加入，他们带着先进的科研仪器和设备，比如红外摄像机、DNA 检测仪等，走进神农架的山林的腹地间。科考人员还在不同的区域设置了大量红外相机，用于捕捉白化动物的踪迹。这些相机能够在不干扰动物正常生活的情况下，自动记录下它们的活动情况。通过长时间的观察还有数据分析，专家们发现白化动物的出现并非偶然，它们在神农架的分布范围正在逐渐扩大，活动频率也在增加。彼此同时，中国中央电视台作为最具影响力的媒体之一，也对神农架的白化动物现象给予了高度关注。多年来，多次派摄制组深入神农架，将这种神秘现象生动地呈现给广大观众。一些志愿者也自发组织起来参与其中。在对白化动物的研究过程中，专家们收集了大量的动物毛发、粪便等样本，通过 DNA 检测等技术手段，试图从基因层面揭示白化现象的奥秘。经过不懈努力，最终他们发现部分白化动物的基因序列与正常动物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可能与白化现象密切相关。
这一发现为解开白化动物群出现之谜提供了重要线索，也让人们对神农架的生物多样性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随后，在开展科研工作的同时，专家们积极配合当地政府，制定了严格的保护措施，通过加强寻乡护理力度，限制人类活动对白化动物栖息地的干扰，确保白化动物能够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中生存和繁衍。尽管政府的科考队和央视等机构经过多次探秘行动，收集到了部分白化动物影像资料和一些实物，但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彻底解开白化动物群高频出现的原因，还没有给出完全的定论。不过，一些重要线索显然已成为解谜的重要方向。首先，神农架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为白化动物群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气候垂直分布明显，从山脚到山顶依次呈现亚热带、温带、寒带等多种气候类型。气候的多样性使得神农架的生态环境极为复杂，为各种生物提供了丰富的生存空间和避难场所。专家们认为，在一些相对封闭的山谷和山林中，由于长期与外界隔绝，动物种群的基因交流受到限制，这可能导致某些特殊基因的积累和表达，从而增加了白化动物出现的概率。其次是基因亲繁殖，在神农架的动物世界中，可能是白化动物诞生的幕后推手。一些小哺乳动物，像白脊、白鹭，活动范围有限，心源关系有机，代代相传，基因多样性降低，白化基因趁机积累。时间一长，白化动物在种群中出现的越来越频繁，最终形成人们眼中的灵异动物。基因亲繁殖不仅仅是白化动物出现的原因之一，它还可能带来其他遗传问题，如免疫力下降、繁殖能力降低等。这些问题对白化动物种群的长期生存和发展构成了威胁，也引起了科学家们的广泛关注。最后是基因突变，这可能是白化动物出现的根本原因。在神农架，基因突变可能由紫外线照射、化学物质、辐射等引发。这些突变让黑色素合成相关基因罢工，导致动物们的毛发、皮肤、眼睛失去了色彩，呈现出白色。但问题来了，为什么在神农架，基因突变偏偏让白化动物群出现，而不是其他人类变异？这成了科学家心头尚未破解的谜团。专家们认为，白化动物在神农架的出现，还有可能生态系统的一种自我调节机制。白化动物的白色体表在白雪皑皑的冬季能更好地伪装自己，躲避天敌的捕食。同时，它们的白色体表也可能吸引异性，提高繁殖成功率。然而，白色体表也可能是它们的卵类。它们的虹膜多为红色，对光线敏感，在强光下视力受影响，捕食或躲避天敌时处于劣势。它们的白色体表在某些环境中更容易被天敌发现，增加了被捕食的风险。往好处想，也许神农架白化动物群的出现是大自然赋予我们人类的神秘礼物，它让人们感受到了自然的神奇与奥秘。相信随着科学家们的不懈努力，这一神秘现象的面纱终将被揭开，为人类探索自然、保护自然提供更多的科学依据和启示。好了，本期视频就讲完了，非常感谢能看到这里的观众。如果您对视频有疑问，欢迎在评论区互动。喜欢的观众也别忘了点赞关注，点荐果鸡，与您下期再见。